谢谢周副校长的介绍。校长、各位师长、各位贵宾、各位远道而来的家长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真是我非常非常大的荣幸，可以参加今天早上的毕业典礼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一点点的 talk， 想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几个最重要的 yes， some important yes in my life。那先有2个声明，当然我的太太很可能会看到这段影片，所以我跟她报备过了，这个 yes 今天不会谈到结婚典礼的时候说的那个 yes， 因为在这个场合讲这个有点太肉麻了哈。第2个声明呢，我知道我们在国外，我们都会很关心国内的政治的生态。我知道说 yes I do 就是表示要参选总统的意思哈。那我的第2个声明是呢，今天不会有任何人在这边要宣布参选总统。第1个 yes 是 say yes to roads less taken， 选人少一点的路，选人少一点的路。那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个是有阴谋的，因为你们都是台大的嘛，所以你们都去选人少走一点的路呢，那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有路可以走了。好，我的人生最大的转捩点，其实就是选上走外交替代这条路啊。今天我的爸爸妈妈也在这里。2001年我从阳明医学系毕业，那个时候外交替代役是第1届，听了以后非常兴奋，就请我的父亲去报名。到了区公所的时候，窗口的公务员跟他讲说：“恭喜你，你儿子报名这个一定上，因为全国只有3个人报名。”后来变成5个人来抽签，所以我抽到了这个国家叫做 Burkina Faso 布吉纳法索，然后完全的改变了我后来整个人生的路。第2个 yes 是 say yes to go the extra mile， 多走1里路。我在非洲服务的时候发现说，为什么满地都是这些垃圾，而且甚至连树上这些塑胶袋被抛弃弃置的这些垃圾呢，卡在树上，经年累月没有人去管，远看以为是乌鸦，但事实上这些都是黑色塑胶袋。我的朋友捐了一些衣服，我就请当地的小孩去捡垃圾换旧衣。这是告诉大家说，以后要捐的话，不要捐这么热的衣服这个气候不太适合。或是这个把选举文化输出到非洲，感觉不太恰当。对。后来挖水井，这是我人生第1次开始接触到公共卫生、国际医疗的重要。为什么讲多走1里路？因为这个是我的工作任务里面不需要做的事情，跑到外面去做这些事情。我发现当地有教育的需求，这个村长呢送给我2只鸡，叫我帮他们盖孤儿院，送给我4公亩的地。那个时候我的法文程度不够好，我把鸡吃了以后才知道说完蛋了，这个孤儿院一定要盖了。还好我那天穿了一个 T 恤，上面写 Just Do It， 所以我就真的去做了。那这孤儿院现在已经落成了15年，就像刚刚周副报告，我们每年照顾100个孩子。我人生我觉得最夸张的经历是，公共电视听到了我的故事，说派了一组人找王小弟导演去西非把它拍成连续剧。因为在那地方呢太辛苦，所以找不到像样的演员，所以我的故事里面，我的当地朋友、警卫、司机、护士、同事、医师，都是找本人真人去演的。除了男主角被换掉，换成一个比较帅的演员叫林佑威以外，基本上。Say yes to a bit more troubles， 选难一点的路。我后来人生经历了很多的十字路口的选择，我发现呢，如果有2个选择在你面前，你选那个比较困难那一个，差不多呢，就往往是对的选择。对我来说，因为它的 reward 比较大。2010年呢，我接受政府的任派到非洲南非当驻外医疗，当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驻外的卫生外交官，那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过程。左边这堆护照是我们家人加起来用过的护照，右边这个照片呢，是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呢，我们搬迁搬家10几次，17次，这是其中1次。小孩暂住在大使的家里面。为什么要选难的路呢？因为你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。
譬如说我参加 WHA， 这部分有些故事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讲的。我现在在哈佛，我本来是在公卫学院，但是我就刻意去选择其他的学校，这是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， 我帮 Manchester 这个城市的市长做游民的计划。右下角那个照片是我跟 New Hampshire 的州长，还有 Manchester 的市长呢，我们一起在路边过夜，摄氏0度，为了要帮这个Youth Homelessness 募款。好，为什么要选择难的路呢？好，原因是你就会有特殊的故事可以去讲。我常常被小学邀请，通常校长们就会这样介绍我：各位同学，这就是你们课本上那个人，小学课本5年级，你们看他还活着哦。然后很多小孩子呢，他们就会忽然醒过来，那我就有机会去分享我的故事。那为什么分享这个故事它有2个意思，就是说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很多人想要当网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需要有故事可以讲。所以你就要去做困难的选择哈，因为当网红总不能一天到晚在上面卖膏药嘛，对不对哈？那第二个理由是因为，当你渐渐年纪增长，像到我这个年纪，你会发现说，除了公民成就的这些追求以外，有一件事情非常 rewarding， 就是呢，你可以透过你的经历、你的人生呢，去 inspire、去祝福、去激励比你年轻的人。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。那各位同学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说，你们的师长当年也做了一个 hard decision。那现在他们坐在台上，坐在我们当中呢，他们就是正在享受这个最 rewarding 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可以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给他们一掌声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。我故意留了一些时间讲后面这几点，是真正我的内心话哈。Say yes to empathy and compassion， 换位思考、宽容、怜悯。这时候我要讲到一个故事。照片上这个人他叫 Bill 萧庆伦，他是1990年代规划台湾健保的人，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，84岁，全世界呢有20到30个国家请他规划健保，都是健保方面的大师。在我当外交官的时候，我发现说，在非洲用医疗打外交是最好的一个选择，所以我发现南非刚好要规划跟台湾一样的 single payer 的健保。那南非的部长叫 Aaron Motsoaledi， 他非常渴望能够请到这位 Professor Bill Shaw 来到南非演讲，但是呢，一直碰钉子。所以我知道以后呢，我就透过一些私人的关系，我找上这个教授，他答应我要来南非分享台湾经验。那我当时是外交官，这就是我做的工作，要让世界能够知道台湾。所以我非常高兴，所以我找到一个合作单位，是南非的研究的单位，跟我当做窗口。我们来来去去花了1年的时间，争取经费、租场地、开会，然后确认行程。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呢，南非执政党 ANC 的第5人，最大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中常委出现，他告诉那个合作单位说：“你们不可以跟台湾合作，要不然呢？”会有老大哥会生气啊，所以在美国哈佛大学这个萧教授，他听到以后，他写个 email 给我，他说 ：“Alan， 我的英文名字，我是答应你要来南非，我不是答应他们。那现在我知道你被 kick out 了，你们现在你们连参与都不行，所以如果你写一个 email 告诉我说 no， 我不用来了，我就不来了。接到这个 email 以后呢，我的心里有很多的。很多的挣扎。我认为说，我的国家被拒绝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帮助他们？但是我同时有另外一个挣扎，我觉得说，这个教授所分享的可以造福这5500万个南非人，他们的医疗体系需要这个专家的帮忙。所以呢，最后在挣扎的结果呢，我写了一个短短的 yes， 所以这个教授就飞来。我坐在台下，完全就是当一个与会者。教授分享完以后，南非的官员私下告诉我说，那一场演讲救了他们国家，免得跳下去悬崖，因为改变他们的医疗政策。这个教授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们的部长
财政部长、医院的院长，通通排队到这个他的旅馆门口要见他。但是因为前面那段故事，所以这位肖教授他就花了1天跟我家人一起出去玩。我就问他说：教授，我这么老了，如果我要回去念书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他就建议我这个 program， 他帮我写推荐信，我就回到了学校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公卫博士，从2017年开始。那个 yes 还有一些正面的影响，就是呢，我们不花半毛纳税人的钱，这个教授还是来了，还是对500个南非的卫生高层分享了台湾经验。另外一个 yes 是 say yes to lifetime learning。41岁回到学校呢，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很多的牵挂。我在报名的时候，学校有一个网站让我填，你的 dependent 的保险是透过学校的，所以我的 dependent 有5个，我加我太太嘛，所以我填了太太、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填完以后呢，网站自动翻到下一页，讲别的功能去了，没有办法填我的老四，所以我打去 admission office， 我问说奇怪，你们这个系统有问题，我的老四难道不用医疗保险吗？所以对方就回答我说，这个林先生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有人带这么多的人来学校念书了。OK， 所以今天你要毕业，我2001年从学校拿到学士学位，到2017年，中间16年没有念书，但41岁，我觉得我应该回去。所以今天这一点 say yes to lifetime learning 是告诉各位同学呢，如果你没有比我老，没有大于42岁，而且呢你没有超过5个小孩，那你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说你不要终身学习。好，我刚刚讲的这些 say yes to roads less taken， 走人少的路，多走1里路，多承担一些困难，换位思考，终身学习。但是在最后，我想要分享的是 say yes to lean in and lean on。挺身而进是Sheryl Sandberg， 就是 Facebook 的脸书的营运长，他写的书，我们在中文翻译成挺身而进。Lean in 就是说你要乘风破浪，逆风而行，这个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最常听到的鼓励。但是你要同时学习要怎么样照顾自己。Lean on 就是依靠。那 Lean on 为什么我会翻译成照顾自己呢？我要跟各位同学分享我怎么照顾自己的方法。在上一回我要去美国以前，我讲完一个演讲，有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讲非常有趣的一段话，他叫我嘉恩哥，他说嘉恩哥，我现在看懂你了，你的内在力量呢其实不强，其实你的内在力量非常的弱。哇！演讲完有人这样子跟 speaker 讲话，我就非常有兴趣，我继续听。他说嘉恩哥，我看出来呢，你是一个很懂得跟上帝示弱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听到你的故事，我们知道，当你真的受不了、撑不下去、走不下去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都会跪下来祷告。说哇，你真的非常懂我。所以他就我们就打完招呼，然后就这个对话就结束了。过去2年，我在哈佛还真的是有撑不下去的时候。还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痛苦，不管是学业还是生活上的压力。在我租的房子那个小小的那个厨房有一个地板，就是我常常跪下来，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 lean in 的时候，我可以 lean on， 那就是我的生命线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不一定有跟我一样的生命线，但是我在这里跟你分享，就是说有一天你我也许都还是会遇到一些很辛苦、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。那我鼓励你，你可以学习找到一个依靠，一个生命线，可以 lean on， 不是随时的 lean in。如果以上我讲的呢，你通通都忘记了，那我希望你能够记得这张 slide， 还有这些照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生命是一份美丽的礼物。Your life is beautiful. Enjoy it. 祝大家鹏程万里。